我叫卡皮桑，今天要跟你说一桩发生在小镇上荒唐又温柔的怪事。这事儿得从一只不起眼的老怀表说起。那怀表铜壳磨得发亮，表盖上刻着一朵歪歪扭扭的蔷薇，据说是上一辈人流传下来的旧物。平时走时不准，有时快半个时辰，有时慢上一整天。主人老钟头从来不舍得丢。他是镇上唯一的钟表匠，一双眼睛花得快要看不见针孔，却偏生对这只怀表情有独钟，天天揣在怀里，摸得滚烫。谁也没想到，就这么一只破旧怀表，竟在一个飘着细雨的清晨，闹出了惊天动地的笑话。那天我起得比鸡还早，本想赶去早市买块热腾腾的桂花糕，刚踏出门，就看见街对面的王大婶提着菜篮子原地打转。奇怪了，奇怪了，她嘴里念念有词。我明明才出门3分钟，怎么太阳都快升到头顶了？我抬头一看，天还阴沉沉的，哪儿来的太阳？正纳闷，旁边卖豆浆的阿叔突然惊呼一声，掀翻了锅盖。我的天哪！我刚刚才磨完豆子，怎么就到傍晚了？这锅豆浆还没开，怎么就凉了？我心头一紧，摸了摸自己的口袋，手表显示刚刚6点。可街头的公众时钟指针却像发了疯一样，转得比风车还快，一会往前冲，一会往后退，看得人头晕目眩。整个小镇时间乱了。混乱最先从早市开始，本该卖早点的摊贩莫名其妙端出了晚饭，本该傍晚才开的书店，天不亮就挂上了打烊的牌子。上学的孩子背着书包跑出来，却看见放学的队伍正往家里赶，两拨人当街对望，一脸茫然。有人刚刚睁眼醒来，就发现自己已经到了睡觉时间。有人前一秒还在刷牙，下一秒就饿得想吃宵夜。我站在街中央，看着这群人来回乱跑，简直像一锅煮沸的稀粥，咕嘟咕嘟全是荒唐。一定是那只怀表！人群里突然传来一声嘶喊，老钟头拄着拐杖，跌跌撞撞冲出来，怀里紧紧抱着那只铜壳怀表。原来今天清晨，他像往常一样给怀表上发条，手指一滑，发条拧得太紧，只听咔嗒一声轻响，怀表的指针突然脱轨，疯狂旋转。从那以后，整个小镇的时间就跟着这只怀表一起胡来。大家一听，纷纷围了上去。老钟头，你这是闹哪儿呀？我今天还要去相亲，这时间乱七八糟，我到底是上午见还是下午见？我家母鸡刚下完蛋，现在又要下一遍，它都快哭了。抱怨声此起彼伏，老钟头脸色惨白，颤巍巍打开怀表盖。只见里头的指针早已不是规规矩矩的圆圈运动，而是像喝醉了酒的醉汉，东倒西歪，有时顺转，有时逆转，有时干脆停在原地抖动，表心里还隐约传出细微的说话声。懒得走了，休息会儿吧。哎呀，谁推我？别挤，别挤！众人吓得后退一步，这表成精了。我凑近一听，还真不是错觉。那细小又娇气的声音，像个闹脾气的小娃娃，正躲在怀表里抱怨。老钟头叹了口气，终于说出实情。这怀表并不是普通旧物，而是他年轻时从一位云流道士那里得来的。里头住着一位时间小仙，负责看管这一小片地方的时辰流转。平时安静乖巧，只要不乱拧发条，不随意乱调时间，就安安稳稳。谁知今天一时手重，把这位小仙给惹恼了。小仙一生气，干脆罢工，时间也就彻底乱套。众人听完，脸色一个比一个精彩。有人害怕，有人慌张，还有人居然有点兴奋。那是不是可以不用上班了？话音刚落，他腰间的钱包突然变空，
原来时间一乱，他老板直接跳到了发薪日之后，工资自动扣除，1分不剩。那人当场惨叫一声，欲哭无泪。我站在一旁，越看越好笑。本以为奇幻故事里的场景只会出现在书里，没想到今天亲眼见识，居然这么闹腾。为了让小镇恢复正常，大家一致决定，由我陪老钟头一起劝劝这位闹脾气的时间小仙。我们躲进钟表店后院，关上门窗，老钟头轻轻抚摸怀表，闻声细语：“小仙呐，小仙，是我对不住你，你别生气了，大家都很可怜。”怀表抖了抖，传出一声轻哼。谁让你拧我这么疼？声音清脆又娇满。平常你们人类总是嫌时间太慢，上班嫌长，睡觉嫌短，一会儿催我快点，一会儿逼我慢点，我早就不耐烦了。我们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位时间小仙每天被人类的各种愿望折腾得苦不堪言。学生考试前祈祷时间走慢一点，上班族赶截止日期，祈祷时间走快一点；恋人约会，希望时间停下来；吵架分手，巴不得时间飞快过去。人人都想操控时间，却没有人想过负责转动指针的小仙有多辛苦。今天老钟头又狠狠拧了发条，简直是压垮小仙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干脆彻底摆烂。我不管，小仙在怀表里耍赖，除非你们答应我几个条件，不然我就让这小镇永远乱下去，让你们永远不知道现在是几点。我们连忙点头，你说，只要能恢复正常，什么都好商量。小仙清了清嗓子，开始提要求。第一，以后任何人不准再随便祈祷时间快慢，顺其自然。第二，钟表匠每天必须给怀表擦一遍灰，轻轻抚摸，不准再暴力上发条。第三，小镇上所有人每天必须留出半个时辰，什么都不做，安安静静享受当下，不准慌慌张张。听完前2条，大家都还能接受，可第3条一出，所有人都傻了眼。什么都不做，那怎么行？我还有菜要买，地要扫，生意要做，半个时辰浪费掉，我会亏好多钱。小仙冷笑一声，你们人类就是这样，永远在赶路，永远在担心，永远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可你们忙了一辈子，最后又得到了什么？这句话突然让整个院子安静下来。是啊，我们每天匆匆忙忙追着时间跑，却很少停下来看看身边的风景，尝一尝嘴里的饭菜，听一听身边人的话。时间本该用来生活，不是用来赶路。我心头一动，率先点头，我答应。老钟头也跟着附和，我也答应，以后每天晒晒太阳，不摸钟表也可以。其他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终究纷纷点头。小仙满意了，在怀表里转了一圈，声音软了下来。那好吧，姑且原谅你们一次，不过你们要是敢反悔，我就再来一次更大的。谈判成功，怀表里的指针终于慢慢恢复正常。先是公众时钟停下疯狂的转动，然后是各家各户的时钟一个接一个归位，天空的光线也终于对上了时间。阴雨绵绵的清晨终于像个清晨的样子。混乱逐渐平息，可闹出来的笑话却一箩筐一箩筐收不回去。王大婶因为时间乱跳，一口气买了3天的菜，冰箱塞得满满当当，哭笑不得。卖豆浆的阿叔莫名其妙煮了3锅凉豆浆，最后只好免费送给路人。那个想偷懒不上班的大哥，不仅工资没了，还因为时间跳跃错过了3个客户，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。最可怜的是镇上的母鸡，1天之内重复下了5颗蛋，见到人就躲，以为又要被逼着工作。
我走在恢复平静的街上，听着大家七嘴八舌诉说刚才的荒唐经历，忍不住一路笑个不停。有人说这是他一辈子经历过最疯狂的早晨，有人说以后再也不敢嫌时间太慢，还有人说原来安静待着什么都不做，其实也挺舒服。老钟头把怀表小心翼翼揣回怀里，不再随便拿出来折腾。每天清晨都会坐在门口晒着太阳，轻轻摸一摸表壳，跟里面的小仙说几句闲话。今天天气不错，你也歇歇。昨天有人感谢你，说终于不用赶时间了。怀表偶尔轻轻震动一下，像是在回应。我问老钟头，里面的小仙长什么样子？他笑着摇摇头，不知道，也不必知道。时间本来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，这位小仙或许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份不慌不忙的心情。自从这件闹剧过后，小镇变得有些不一样。大家不再像从前那样行色匆匆，早市的吆喝声依旧热闹，却多了几分从容。上班族不再一路狂奔，偶尔会停下来看看路边的花。孩子放学后不会立刻被赶去写作业，而是在街头追逐玩耍。每天晚上都能看见许多人站在门口吹吹风，看看云，什么都不做，就安静待着。有人笑话他们懒惰，他们却说这是跟时间小仙约好的，要好好对待时间。那只老怀表依旧走时不太精准，有时快一点，有时慢一点，可再也没人嫌弃。老钟头说，不准也没关系，只要心里从容，时间怎么走都是好时间。我常常在想，我们一辈子都在和时间较劲。小时候盼着快点长大，长大后盼着快点成功，老了又盼着时光倒流，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现在。其实时间从来没有为难过我们，为难我们的从来都是自己的焦虑和贪心。那只闹脾气的怀表看似给小镇带来了混乱，实则给所有人上了一堂温柔的课。他告诉我们，不必追着时间跑，不必强求快慢，不必总是慌慌张张。吃好一顿饭，睡好一场觉，见好一个人，过好当下这一秒，就是对时间最好的尊重。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时间混乱的场景，只是偶尔路过钟表店，会看见老钟头坐在阳光下，怀里揣着那只铜壳怀表，安静微笑。风吹过街道，时钟滴答作响，一切平静又美好。而我也总会想起那个混乱又好笑的清晨，想起那只闹脾气的怀表，想起那位可爱又任性的时间小仙。原来奇幻从来都不在遥远的传说里，而在我们终于学会不慌不忙，好好生活的每一个平凡瞬间。